请说出姓张的名人。张信哲、张学友、张学良、张作霖、张惠妹啊、张泽彤、张宇、张颖双，现在轮到你了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在我作答之前，我的目标是不要考个零鸭蛋。姓氏考古第一关，让小祖宗我来考考你。张是全球华人10大姓氏之一，人口总数接近。全球人口有多少？这样分下来的话，通常对的都是第二个 B，9000万。错，很认真的瞎猜，但还是答错了。答案是什么？答案是1亿才对啦。据我所知，张姓有3大特别之处。第一，历史悠久，是中国最古老的姓氏之一。第二，人丁特别兴旺，分支多到数不清，到处都有姓张的人。第三，人才辈出，什么圣人啦、元帅啊、神医啊，都有姓张的。相对来说，我只是张家的一个无名之辈。不过你知不知道，张这个姓氏是中国白族的大姓哦。张颖双，你们家有根据族谱取名吗？完全没有哎，我的名字呢叫张颖双，纯粹是因为我爸爸妈妈希望我聪颖，然后1倍不够，一定要双倍，所以颖双。你们家有家训吗？家训没有，但皮的话教训就有。去过中国寻根吗？去中国寻根倒是没有，去中国寻美食倒是的，特别喜欢爆炒鱿鱼。看来是个一问3不知的家伙。谁说的？据我所知，白族是中国西南一个历史悠久的少数民族，80%的人口聚居在云南大理。张是白族里比较普遍的姓氏。相传，白族张姓可追溯到古代的白子国。3国时，诸葛亮南征，为了促进民族融合，他把汉姓张赐给了白子国的第15代后裔龙佑纳。自此，龙佑纳的子孙都姓张，他们就是云南白族张姓的祖先。厉害哦！我的中华历史常识来到这里根本不够用，因为白子国的历史呢比唐代还要久远，而我今天要去见的，竟然是国王的后裔。怎么样，我的打扮还得体吗？美不美？位于大理的张家花园是白族张氏文化建筑的代表作。哇，真的好有气派，难怪会被称作白族王宫。张先生你好。你好，你好。你是这个花园的园主对吧？对，我就是这个花园的园主。然后我听说你还是国王的后裔，那是真的吗？真的，我是57代。哇！大理有一本书叫《白国英勇》，这本书就是记录了白子国的存在，就是在隋唐时期一直到战国时期700多年的历史，就是我们张家统治云南的历史。关于花园前面的这个台阶也是有故事的，是不是？我们中国文化和云南大理的文化它是互通的，也就是95就是95之尊，这叫5级台阶，就代表95之尊。所以我们跨过5级台阶就可以进入我们家的六合同村这么一个建筑。张家花园建于2008年，却复刻了1253年在战争中被摧毁的白族王宫气势。这是什么路啊？这个叫御道，也就是一个王宫里面国王走的一条道路。为了建好这个院子，张先生花了8年的时间和1亿人民币，真是倾尽财力和精力啊！走过御道，眼前就是一面照壁，也叫做隐壁。是白族传统建筑中用来遮挡视线、保护隐私的一面墙。在大理，主人家姓什么，一看照壁就知道，因为每个姓氏都有特定的照壁题字。白忍家风代表的就是张家。那为什么白忍家风代表张？我们张家的这个家训就是100个人，因为张字它的这个字形，它是弓和长，这个家族它好动，所以我们出了很多武士，所以我们的家训就要告诉你，就是
不能好动，一定要学会忍，把家训写在我们的照壁上。这个就是云南大理照壁上的姓氏文化，全世界独有的这个文化遗产。原来如此，今天我这个姓张的也学会了，原来白忍家风代表张。张家花园的建筑布局是3方一照壁，4合5天井的组合，房子坐西朝东。照壁的另一个功能就是反射阳光，加强采光。1000年以前是没有电的，我们其实是靠光线的反光。也就是说，阳光从那边洒下来，这一面墙可以把阳光射进这边的空间里头。对，好聪明的设计哦！我其实觉得这整个环境啊，也很有艺术感。因为我们3法一照壁里面有石雕、砖雕、木雕，这些雕刻的话，就是把白族民居所有的建筑艺术都囊括在上面。整个院子的木雕，它反映的就是白纸戏春。所以3法一照壁是主人住的地方，4合5天井是老人住的地方。所以这个结构和刚刚我们看到的有不一样吗？不一样，这个是4面围合，那边是3面围合，再加上照壁。园主跟我说了一句话：当人问他张家花园到底有多大，他反而会问回人：你要多大，张家花园就有多大。然后他把我带到那个天台那里去，哇！你看漂亮不？太壮观了吧！对，苍山洱海一览无遗耶。所以你看我们居住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，有苍山的陪衬，有洱海的滋养，这么一个地方，你说多幸福的一个地方，对不对？那是什么让你想花接近1亿人民币来建造这个呢？我觉得首先我们张家是一个伟大的一个姓氏民族，从我们的民族自豪感，从我们自己对这个文化的认可，对我们家族荣耀的一种弘扬。所以我决定把一生一世所有的积蓄和自己的文化，把它花在我们张氏家族对我们文化传承上的一个有意义的项目上面。我觉得是一生辈子我最值得的。今天的我也很骄傲，我是姓张的，沾了园主的一点点光芒还有荣耀。谢谢园主带我走这么棒的一个张家花园。以后希望你有时间的时候常回家看看。当园主跟我说有空常回家玩，我听了那句小感动，我瞬间觉得自己就像他的孙女。然后阿公跟我说有空回家玩，下次回来大理我还要回来这里看一看。姓氏考古第2关，汉族张姓始祖徽公因为发明了什么武器被赐姓张？因为张的姓氏是个工厂，所以我猜 B。对，幸好没有烤个零鸭蛋，给张家留了脸面。张的本意是把弦按在弓上，弓箭的诞生对社会影响大，所以皇帝封徽公做公正官，取公长之意，赐姓张。周城村是附属于云南省大理市的一个自然村落，是中国白族最大的聚居地，有1万多人口。张是这里的大姓，想感受白族的传统生活，就一定要来这里。这是什么东东啊？哇，对，还有豆沙，好美哦！想深入体验，那就得去一趟早市。张颖双，给你送福利了，早市可是有超多美食。来到了州城的早市，来看看这边有什么东西。喜洲的粑粑，哎，喜洲粑粑是什么呀？这粑粑里面有红糖哦，那我试一个红糖的吧。听说这个早市哦，早上6、7点人超多，可是现在已经差不多9点了，人就少一点。哦，我在新加坡看过豆花，看过豆浆，但没有看过一个叫稀豆粉的东西，试试看。葱花，这个是花生吗？花生哦，这个呢？麻油，哦，麻油。辣椒啊，辣椒我不要，可以吗？辣椒要。哦，要，好，那加吧。他给我的感觉好像把马铃薯拿去搅，变成一种马铃薯汤，还挺不错的。Everybody， 我在云南找到了我最爱的蔬菜——紫萝卜。这是我第一次吃这个玩意儿，然后我已经吃到，你看剩下这么短了。很脆，很甜，这个超棒的！来大理一定要试大理手揉饵块。姐姐，饵块是什么意思？饵块是米饭做，好，辣酱、芹菜一样放一点。哇，我卖了30多年了，这个饵块。哇，你弄了30多年啊？30多年了。哇，这个很好吃，你尝你就知道的。哦，还要拿去烤？随便烤一下，烤以后才2份。
姐姐好吃。好吃。哇，很多扎染的东西。我听说周城村有个称号叫扎染之乡，这里有超过200家扎染作坊，走在路上到处都是蓝白色的扎染布。吃饱饱，现在要去找村子最美的绣娘拜师学艺啦。我今天很开心可以跟小白老师来学扎染。我听说我们也会去采摘不同的色素，对不对？对啊，那我们呢在出发之前啊，一定要带上我们的钩具，然后我去给您拿背篓。好可爱！这是我们的竹编的小背篓，在我们这边的话呢，大家背东西都会用到这样的小背篓。自己编的吗？我们村里面的阿姨们编的。那我们走吧。好，我有大理 girl 的感觉吗？我们每年都会根据四季的变化，然后去采摘大自然的色彩。今天可以来看一看有没有一些植物可以被我们今天采回去。可是你一看那个植物，你就知道它可以染什么颜色吗？对，因为我们其实做了10多年，然后一直也在做这个方面的探索，所以也是一点一点学习摸索的。这个是蓝色的染料吗？这个呢是黄色的染料，它叫蜜门花。那它开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在很远的地方都能闻到香味。所以你们的染料里头完全没有任何的其他色素，都是自然的色素。对，其实我们还是希望我们做的这个扎染，它本身对自然、对人都是友好的。那边非常绿的那一大片，就是我们的紫金泽兰。哇，我已经闻到紫金泽兰的味道了。对，你看像这一丛的话就是比较好的，所以我们可以把它的尖割下来。哦，好，小心割到自己哦。慢慢的。哦，你还可以啊，还可以吗？为什么老师轻而易举，我却感觉好辛苦？我再次领悟到，其实大自然呢有很多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些草药，是我们现代都市人还未发觉，或者是忘记去思考饮水思源这件事情。所以我觉得整个体验呢，也带给我非常棒的一个享受。有了颜色之后呢，咱们就开始要看图案了。好，那今天呢，我火力全开，全力以赴，做出一条漂漂亮亮的裙子。那其实图案的话呢，它可以做很多种。这个图案稍微简单一些，但是在大理穿也蛮好看。因为它就是这种天空蓝。我喜欢天空蓝啊。对，那其实蓝天白云的话呢，它的技法就是2步。第一部分呢就是抓，第二部分就是绑。绑的时候，你绑紧的地方里面就渗不进去，所以就白色。哎，很棒哦，就这样，对，稍微可以再藏紧一点。这样子的话，蓝色才会少，否则的话蓝色会多。早在1000多年前，白族先民就掌握了扎染的技术。白色对白族人来说寓意纯洁，蓝色象征希望，染布上的图腾则表达了他们对自然的敬仰。老师，我感觉我今天就是卖包子的，然后给大家看看我的包子长什么样。可以可以。这就是我们的马兰的发酵液了，也就是我们的染液。你看上面的这些紫色的泡沫呢，就是代表它的身体状态是很好的。而且这个泡沫不能口吐白沫，一定要是这种紫色的，然后偏亮的这些泡沫才好。咱们呢就把裙子呢慢慢的放入到我们的染缸里，在里面不停的按压。这整个体验好像就跟小白老师所说的一样，让你呢跟自己对话，因为你没有办法用手机，你没有办法分心，一整段时间呢就好好的让自己沉浸在自己的思维还有思想当中。我学会了，扎染就跟人生一样，不完美也是一种美。哎呀，对，然后我们现在就要把它拆开了，好兴奋啊！到底会长什么样？待会儿你自己打开啊，我给你拆完之后，好看吗？好看吗？不敢睁开眼，告诉我是好看的。你的力气很大啊！你看蓝色的还是蛮多的，但是现在还没清洗完，我们要洗10多20次才行。我们还要拿那个棍子进行敲打。对。20年前，白族扎染的技术就被列入非遗名单。如今，就算把步骤简化，做一件扎染也有至少12个工序，从采摘原料、设计图案、扎针、浸染、拆线、漂洗等，每一步都挤不得。这么繁琐的手艺能传承下来，像小白这样的绣娘劳苦功高啊！好好
当我把裙子穿在我自己身上的时候，我真的太喜欢了。它不光是一种时尚的美感，我觉得更多呢是一种亲手完成一个成品的成就感，还有心里的那份满足感。姓氏考古第3关。历史上，张姓有过多少个名门望族？谁知道哦？谁会知道哦？那边有3只海鸥，那就 C 吧，43。对，竟然答对了！谢谢海鸥啊！你知道我在这里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，在很多店家门外都挂着一些图腾的纸，然后打听之下呢，发现这些叫做甲马，是白族人和天地对话的邮差，也是他们向不同的神明表达不同的愿望的一种方式。然后呢，我也找到了一位姓张的甲马老师，现在就要去拜访他。您是张老师吗？哎，对的。你好，我也姓张，我叫尹双。哎呦，太好了。我来到你的店，我看到好多好漂亮的甲马哦。对。请问甲马为什么叫甲马？甲马呢，就是它最初就是以马的形象为主，就是骑马披甲之人，那它就取名为甲马。那甲马它用来干嘛呢？比如它有送福的、报喜的、招财的、传递信息的、辟邪打灾的等等，就相当于现在的一个快递员，把咱们的愿望祈福快速的传给神灵。我这里看到很多这个甲马，有比较传统的，也有比较好玩的哎，像这个不睡神，我很需要哎。对啊，因为它就是结合了当代年轻人对自己的一些生活的一些诉求。你看像这些呢，也是我个人的一些作品。这也挺好笑的，提前退休。我相当于也就是在原有传统的这个甲马的风格基础上，再来给它命名。机会难得，我当然要入乡随俗，用白族的方式向老天许个愿。坐以待毙，钱币的币，我喜欢。就这个吗？做着就有钱收，谁不爱呢？第一步，用这个滚筒先把这个颜料把它双匀。你看，听到吱咯黏黏的这种声音，证明这个颜料就均匀了。好，那咱们就把它刷到所有凸出来的这个线条上面。张老师是家族的第4代传人，他从初中开始帮忙父亲整理甲马雕版，后来还放弃乡村医生的工作，接手甲马工作室，成为这项非遗的传人。这一做已经快20年了。老师，那接下来的日子里，你觉得你会继续做甲马吗？基本上我和甲马都是分不开的，因为我这10多年下来啊，我一直有一个习惯，每天晚上都要刻靶，因为你在刻靶的过程当中特别的享受。好像你跟神仙在对话，虽然我觉得这一辈子都和甲马结缘了。我觉得张老师对甲马的热忱真的有打动到我。当他聊起甲马的时候，你可以看到他眼睛是散发出一种光的，他真的很喜爱。那我这个差不多了吗？我觉得可以了。莫名有点紧张。见他的效果吧。啊，成功吧？哇！对，成功了。好漂亮！对的。啊，老师，我的臂这里缺了一角。很正常，这就是手工，都是独一无二的，长缺就是它的一个美。你让我突然间感觉特别喜欢这个坐以待毙耶，都是独一无二的。是不是姓张的人都这么热情呢？张老师请我去到他亲戚家喝3道茶，啊，我当然要跟着他一起去呀。Hello， 叔叔姐姐们好，你好，我是尹双，哇，还给我鼓掌，谢谢。早在1000年前，大理的白族就有在逢年过节或宾客到访时喝3道茶的习俗。如今他们请我来喝茶，说明我是被看中的客人。你看咱们的白族的食材3道茶，它很讲究，它也结合了咱们人生的一个哲理。那你看，1苦2甜3回味。那第1道茶呢叫苦茶，它也叫雷响茶。那它首先呢用土挂在炭火上呢先烤，烤了以后呢，茶叶放到茶罐里边，包括咱们的大米，然后呢先需要一边烤一边要懂。你看这样子，哦，要一直这样子懂。对，要懂够100下，也叫100下，对，也叫白斗茶。来，女生，来尝尝我们的第1道茶，苦茶。谢谢。哎，好喝吗？
好喝，我很喜欢米香味。好香啊！哦，真的有点微微的苦涩的味道。对的。那个是苦茶就抖一半下子。那如果抖99下怎么办？它的味道就不足了。对，是这样子。第2道是甜茶，首先要加入的是驱寒的姜，再来就是桂皮、甘草、云南的特色红糖，还有核桃，增加香气。啊，这我也知道，是云南的18怪乳扇，牛奶做成片片卖。我感觉不在喝茶，我感觉像在吃甜品。对，甜甜的。第3道茶呢，就是在第1道和第2道的基础上，它又加入了花椒和辣椒。它代表什么呢？生活，红红火火。哦，正要猜这个。趁热喝一口。哇，好辣哦。2个辣味。哇，麻，这么辣哎！哇，我觉得加多点糖是可以的。所以呢，这个呢叫七七搞搞。七七搞搞是什么？就是亲亲热热啊，亲亲热热。哦，喝了就亲亲热热，是不是？白族话叫七七搞搞。其实这次呢，来到大理白族拜访张氏，仿佛在我的人生中打开了一扇门，让我体会到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。或许呢，我和这些姓张的老师们，在几百年甚至几千年前是亲戚，是家人。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那就更有理由让这次的旅程成为我毕生难忘的回忆之一了。1、2、3、4，1、2、3、4，1、2、3、4。我们这代人很少会追问自己的姓氏来历，可是当自己真正去了解，才发现那些听起来很古老的东西，一直活在血脉里。世界变得再快，我们再新潮，都割不断这份连接。而寻根也不是为了回到过去，而是为了看清我们是谁，该往哪里走。